Your Honor， 被告买的2件物品就是2台针孔相机，型号跟在案发现场前后找到的2台一模一样。被告从头到尾都在说谎，他一直在庭上坚持自己不认识何耀发先生，可是却暗地里买了针孔相机，装在厕所里，意图想要栽赃给何耀发。由此可见，他是有预谋的。有呢，虽然型号一样，也不能证明在案发现场找到的针孔摄像机就是我当事人买的。毕竟，知名的品牌是有巧合的可能。叶小姐，请问你买的那2台针孔相机现在在哪里？第一个坏了，已经丢掉；第二个原本放在旅馆，可是被偷了。所以2台都不见了。是。你又在撒谎，你不觉得你的理由非常牵强吗 ？Objection！ 反对有效。检察官，请注意你的用词。那请你告诉我们，你为什么要买针孔相机？控方都已经找到你买了针孔相机的证据了。如果检察官问你，你会怎么说？我不知道。你觉得你这么说，法官会相信吗？有人会不知道为什么而买东西的吗？那我应该怎么说啊？无论你说什么，都要自信、果断，要让法官相信你说的话。叶小姐，请你回答我的问题。好奇，我想知道针孔相机是如何操作，然后可以预防被别人偷拍。Your Honor， 被告的证词牵强附会，漏洞百出，很明显是在为自己脱罪，不足以采信。没想到才短短几个星期，你就功力大进，把我逼得几乎走投无路。你过奖了，不过最后还是让你逃出升天。所以你相信一个柔弱的女子会卧薪尝胆10几年，处心积虑地策划一起谋杀案？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那个方向，不是吗？证据也是通过人来解读的。看来我跟你的角度和立场都不一样。不过，我相信什么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相信什么。我相信我的当事人是出于自卫。我觉得你根本不了解你的当事人。不是不了解，我是他的辩护律师，相信他是我的职责。只要他不改变他的立场，我就会继续帮他打这场官司。所以，你是在同情他，还是为了钱想要出名？你真的觉得我是这种人？我希望你不是。我是不想让一个人太过绝望。绝望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感觉。很多时候，对被告来说，辩护律师是他最后的一根浮木。就算被委托人所骗，你也不介意。被不被骗不重要，法官的判决才是最重要的。别说我没有警告你，你激发了我的斗志。谢检察官。我期待你的表现，张律师。你还好吧？我还好。为了孩子，我必须维持那段婚姻。谢谢你。对不起。
爸，哎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想你呀、真的吗？哇，很香哎！你知道煮什么好料？你没有说你要回来，我没有准备，自己一个人吃，随便炒个豆干豆芽配白粥咯。我刚刚想要吃粥啊。怎么没跟你的同事或朋友去吃午餐啊？是不是没有人约你，所以才想到老爸？你女儿会没人约，我是怕没人约你，怕你孤单才回来陪你的。好了，那就一起吃了。好啊。吃饭啦，还看？要不是那个阿龙跑腿，妈妈就不会死。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还提来干嘛？如果让我知道那个人是谁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他的，这一辈子都不会。放下吧，日子不开心也是过，开心也是过，不要再去想那些事情了。可是妈妈死的那么冤枉，当年要不是他用铁链把我们好弄出，了，这午餐还要不要吃啊？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现在的局势对你还是很不利的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。那是我的工作，是我的职责。之前我没有问你，是因为我不想影响你上庭的情绪。但现在，我希望你可以跟我说实话。厕所的针孔摄像机是不是你装的？你装针孔摄像机，是不是想陷害何耀发？你应该很清楚，只有你跟我说实话，我才能够帮你。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是不是18年前他侵犯过你，所以你要报复他？我只是想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所以你告诉小婷的事情都是真的。12岁那年，我妈送我到她家里补习。会议会回答问题吗？好，阅读理解呢，首先你要先理解文章。虽然我的成绩不好，但是她还是会鼓励我，时常夸我聪明、勤劳。在她面前，我觉得自己没那么笨。有一天，小婷没来，今天老师给你一个特别的奖赏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喜欢吗？喜欢，送给你。谢谢。她突然要我进去房间补习。来，跟老师来吧。我不疑有他，就跟着进去。结果他那是我的第一次。接下来，我每次到他家里补习，到最后都会被他带进房间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呢？
威胁我，说他手上有我的裸照，如果不服从，他就会告诉我的同学还有老师，说是我引诱他的。那你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其他人吗？我有告诉我妈，可是她根本就不相信我，还骂我，说是我讨厌补习才会冤枉老师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他早就跟那个人渣在一起了。什么？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正义这2个字吗？我的人生就这样被毁掉了。从12岁到现在，我没有一刻忘记过。这一切对我来说公平吗？有谁为我争取过？你知道我那一天为什么要打给你吗？你杀了他，想我帮你打官司？我只是想知道，如果人已经死了，曾经犯下的罪还算数吗？我根本就不想要他的命，我只是想要在大家面前拆下他的假面具，抓住那个人渣的把柄，逼他承认当年的事。可是我没想到事情会搞成这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杀他的。你真的太天真了，你用恐吓的方式来逼他认罪，这根本就很难成立。而且一案归一案，就算你告他偷窥成立，法官也不能够因此而判定他以前对你犯下的罪行。我就知道，法律是保护恶人的，所以恶人总是可以逍遥法外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是不是死者想要侵犯你，所以你才拿起剪刀刺他的？真相是这样，信不信由你。我相信你。全叔，哎，回来了。哎，在做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周年大赠送，见者有份。那这点给你。干嘛送我衣服啊？它是新的，嗯，不是贼赃吧？什么贼赃？你以为是金条钻石啊？啊，嫌便宜是吗？我就知道。好，等等。那这个总看着上眼吧？你今天什么事情？没事情啊，心情好啊。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？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无功不受禄，不要。这个也不要。不要。不要我送给别人啊。你干嘛？要搬走啊？没有啊，谁说我搬走？哎，天亮。会议那个案子怎么样了？唉，正在进行中。我看报道说，他的一个朋友上庭作证，说他以前被那个房东性侵，可是他却否认，是不是真的？他是不是想报仇呢？啊？控方是这么认为，我在想办法怎么帮他辩护。
如果是真的，那个房东啊，就罪该万死，死有余辜，会应该无罪释放，为什么还要辩护呢？会不会判杀人罪，不是讲原因的，是讲动机的。无论对方做了什么错事，都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，不能动用私刑的。如果法律不能够给受害者一个公道呢？任何指控都是讲证据的，只要犯了法，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就不信啊，有些人呢就是坏事做尽啊，法律偏偏制裁不了他。哎，早。哎，邱处长，你昨晚去了哪里啊？那么晚回来？去医院看我女儿。对不起啊，吵到你了。没有。她怎么样？情况不是很好，还在医院里。都是那个没良心的家伙。你说谁啊？他那个没用的老公。你怎么这么讲你的女婿啊？亏我当年把祖屋卖了，帮他创业，没有想到他一有钱就作怪，不止搞外遇，和我女儿离婚，还拿我孙女的抚养权当筹码，吃掉我女儿公司的股份。我女儿就是因为这件事想不开，自寻短见。这个混蛋的家伙！你慢慢吃吧，不陪你了啊。学叔，你拿人家下面的水果刀上来干嘛？我刚才在下面就想切个苹果，就找不到这把刀。我也是拿上来切东西，现在不是拿下去还咯。学叔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谁说我要杀人呢？那你拿这把刀上来干嘛？耍杂技啊？还是想出去打劫？你再恨你的女婿，你杀了他，能解决问题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杀人有可能会被判死刑的？到时候对你的女儿打击不是更大？我拿去消消他不可以吗？恐吓罪，你以为罪名小啊？好了好了，算我是说头乌龟好了。可以啊，吃饭嘛，没问题。啊，你做主就好了。哎呀，啊，我请客，我请客哈。David， 哎，岳父，怎么了？想跟我借钱啊？我有东西要给你。陈叔，杀谁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陈叔，神经病啊！你们父女俩都有问题啊！你别再刺激他了，还不走！我一定告你，告死你啊！你是怎么想的？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？怕什么呢？都那么老了，一命还一命，我还有得赚呢。你赚什么？你拿你的命去抵他的命，是他赚了是不是？你不会明白的。我不明白，是你不明白吧？我跟你讲过了，如果你出了事，你女儿怎么办？你孙女怎么办？他们以后的生活怎么办？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他们好。那个
混蛋把我女儿害得那么惨，我要替她拿回她失去的东西。怎么拿回？把他杀了就能拿回吗？如果老公死了，老婆不是可以继承老公的财产吗？全叔，你醒醒好不好？你要为你女儿打抱不平，也不能用这样的方法吧？要不你问一下你女儿，她到底是想要钱呢，还是想要你这个老爸？难道你要我眼睁睁看到我女儿被人家欺负吗？你拿酒瓶敲破她的头，她如果告你的话，你要坐牢的，你知道吗？坐牢不是坐牢，有什么大不了？我跟你讲都不明白的。好，你想怎样就怎样吧，我不管你。喂，你可以不用管我怎么报仇。如果有什么事，你要替我打官司。你以为我是神啊？我最后跟你讲清楚，如果你不听我的劝告，你甭想我代表你。小心！你还记得吗？记得什么？当初如果不是你救我，我们也就不会开始了。你一定很后悔吧？不会，一点也不后悔。只是为了救人，却伤害了另一个人。我好像一直做着同样的蠢事。我记得你的前女友，她当时还诅咒我们，说我们一定不会幸福。没想到一语成谶，真的是报应。这不关你的事啊，是我的错。以前的事就别再提了。既然要离婚，就应该把以后的事说清楚。我们走到这一步，伤害最大的就是孩子。他曾经说过，不希望我们分开。所以，一定要把对他的伤害减到最低。我认为，应该让伊恩自己选择他想要跟谁，至少让孩子有个选择的权利。Daddy， 妈咪。伊恩，哎，怎么样？你们为什么会一起来？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？只要你高兴的话，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，你说好不好？哦，我懂了。Daddy 没有在情人节送花给妈咪的时候，也说天天都是情人节。你啊，真是。谁叫你没有买模型给我？好啊，你今天想买什么，爹地都会买给你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妈咪。你今天想去哪里玩，我也陪你玩。想吃什么都让你吃个够，好吗？耶 ！Daddy， 妈咪 is the best。Let's go。走吧，走吧。
小心一点，慢慢来。会了，我会了。确定？ Let me try。啊 ，OK， 好，小心一点。OK， 妈妈。伊恩好像又长高了一些。是啊，不知不觉他都已经8岁了。8年，过得真快。当初要不是因为有了他，我们2个都不会结婚。我只是说事实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没有后悔生下他。说真的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伊恩是你送给我这一生中最好的礼物。没想到我们的关系，在决定离婚后，反而变好了。当不成夫妻，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吧。Ouch！ 伊恩，伊恩，没事吧？受伤哪里了？痛不痛啊？不痛。Daddy， 妈咪，我长大了。Big boys don't cry. I love you. 伊恩，你先坐下。妈咪，是不是我一整天没有做功课，你生气了？我现在马上做。伊恩，今天不做没关系。Really？伊恩，爹地和妈咪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你。什么问题？爹地和妈咪真的要离婚了。真的？伊恩，爹地和妈咪，如果让你选，你想跟谁在一起？世界好像死去了，在这城市的另一侧，你是否也冒雨着？会不会不知不觉走到尽头？才想念你变得陌生的脸孔。爹地和妈咪还是很爱你的。是啊，我们都很爱你。那你们为什么要离婚？却还要继续走。因为爹地和妈咪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了。可是最重要的就是，你要记住，爹地和妈咪还是跟以前一样很爱你，这点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，知道吗？是啊，所以你只需要告诉我们，你比较想和谁一起生活。不要，我不要选，我不要你们离婚。紧靠着看着窗外，会不会不知不觉走到尽头？这个女人是自己上警局提供线索的。对呀，她说是看了报纸才知道死者何耀发的事。
如果死者在5年前也曾经在家里偷拍过他，那他当时为什么没有直接去报警？他说死者向他跪地道歉，还说有年老父母要养，最后就私下解决。可是，就算死者有偷拍的前科，这也不能让被告脱罪啊。我看可能是因为他和被告有相同的经历，良心过意不去，才想要帮被告。5年前在家里装置了 CCTV， 也就是说，死者很有可能有偷拍的习惯。能不能到我去案发现场看一看？ What a coincidence！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次真的是偶遇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在工作。我也是工作啊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想进去看看啊。不会自己去申请啊？不是这么不近人情吧？不要妨碍我们工作就行了。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正义这2个字吗？我的人生就这样被毁掉了。从12岁到现在，我没有一刻忘记过，这一切对我来说公平吗？有谁为我争取过？ Your Honor， 我找到了影响整个案子的关键证据，要求呈堂。Okay, please proceed. 耍花样是吗？把针孔相机装在厕所，想陷害我？我告诉你，我早就认出你。你知道我是谁？ 干嘛？想念我？想找我重温旧情啊？不要碰我！你全身上下，我哪个地方没碰过啊？你给我闭嘴！放心，现在就算你求我，我对你也没兴趣了，因为老子玩腻了，我不想看到你。 马上给我办！何耀发，都说我对你没兴趣。Your Honor， 这个针孔相机是在被告的房间发现的，相信是何耀发装的。从影片中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，死者何耀发当天并没有侵犯被告，这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他自编自导自演。Your Honor， 死者何耀发在我的当事人的房间安装了针孔摄像机，已经侮辱了我当事人的贞洁。 通过影片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我的当事人是在死者突然的激怒挑衅之下，
才失去控制的。Your Honor， 死者安装针孔相机和激怒被告的程度，不足以成为杀人的理由。这是被告事发后的身体检查报告，除了双臂有轻微的伤痕之外，其他身体的部位都没有受伤。相反的，死者连续被刺了13刀，他的心脏和肠胃都严重受损。这可以证明，被告不是出于自卫，而是存心想要将何耀发置于死地。是，何耀发是我杀的，他18年前就应该死，我早就应该杀了他，他真是个烂人，应该下地狱的。慧仪，狱警，把他带走。他就应该死，他就应该死。慧仪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一点都不后悔，一点都不后悔。本期宣布暂时休庭。你这个女人有病是吗？慧仪明明才是受害者，为什么你们还要提供她落井下石？弟，请你冷静一点。女人都不帮女人，帮我们慧仪逼上绝路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呀，一定没有好下场，你不得好死啊！坏女人，坏人，你不得好死啊！去死吧！心里不好受是吧？我问心无愧。既然问心无愧，那干嘛一个人站在这里啊？刚才那个女的是谁？她是叶慧仪的远房亲戚，叶慧仪叫她阿姨。怪不得刚才会这么激动。换作是谁都会激动吧。当年，叶慧仪的母亲不相信女儿说的话，是因为当时她已经跟何耀发在一起了。叶慧仪知道之后，感觉自己被出卖，就离家出走，断了跟所有人的联系。也把自己封闭了起来。叶慧仪的阿姨说，以前他们两母女的关系都挺好的，直到何耀发的出现，才有所变化。后来，叶慧仪的母亲被何耀发抛弃了，又得不到女儿的谅解，一时想不开，就跳楼自杀了。小时候，我妈喜欢带我来这里，捡不同形状的落叶。那美好的时光，像风一样，想要抓，都抓不住。虽然风抓不住，但是你知道它永远存在。
就好像你小时候跟你母亲的这段回忆，它永远都会存在。也像我们两个现在坐在这里，这一刻，在这棵树下，它永远都会存在，我永远都会记得。你心情不好，带你去海边吧。无端端的，干嘛去海边？去海边不好吗？我只约我喜欢的人去海边。你该不会是在跟我告白吧？你该不会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吧？去还是不去？就一句话。我也只跟我喜欢的人去海边。对不起。哇！怎么了？哇！没事吧？啊？好痛！哦！喂！哦！你 OK 吗？啊！喂，伟龙。啊？现在啊？哦。那好吧，我现在过去。我的好兄弟伟龙打电话来，叫我过去，他有事情。唉，唉。